我爸妈想让我把房子卖了给我哥凑彩礼，我不愿意，他们很生气，宁愿把剩菜剩饭倒掉，也不想给我吃。但房子里的那一样东西不是我花钱买的，有本事就从我家里搬出去啊！后来他们真的被我激怒，去找我哥了。结果我哥天天喝酒，喝醉了就打人，没办法，他们只好哭着回来求我。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正在紧张地等候面试，手机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在走廊里响起的瞬间，周边好几个跟我一样等候叫号的人刷刷刷把头转向了我。我不好意思地鞠躬道歉，降低音量来到了楼梯间。喂，妈，要死，你怎么才接电话？对面如同狂轰乱炸，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通，声音即使我还了免提，将通话音量降到最低，也还是能在楼梯间激起清晰回音的高度。等把怒气发泄完了，他才开始讲打电话的诉求，语气是一如既往的理直气壮。快点回家，你哥今天带女朋友回家，你赶紧回来给做饭，人家姑娘第一次上门，咱们可不能让她受委屈。不是说后天才过来吗？怎么突然改时间了？我真是无语了。我特意问了好几遍，跟他们确定好了时间，才把面试的时间改成今天。结果这两人居然在这种时候搞我，我妈一下就气了。你这是什么语气？不想帮忙是吧？杜心妍，你是不是想造反呢？老娘养你这么大，你连个饭都不愿意给做。我不是。我抓了抓头发，心累地靠在墙上，跟我妈解释，我正在面试呢，现在走不开，等我面试完了再回去。你哥他们中午12点半就到了，现在已经10点了，不行，你必须现在赶回来，记得去菜市场买点鱼虾，那姑娘爱吃海鲜，咱得让人家看到我们的诚意。就这样，不跟你说了，10点半我要在家里看见你的人。挂了，电话里传来一阵忙音。我打开微信跟我妈说自己真的走不开，让她先给做着，我回去再帮忙。她没有回我，我整理好情绪，回到等候区。过了10几分钟，终于叫到了我的名字。等我面试完，走出办公大楼，已经过了10点半了。我打了个车，去菜市场买了些海鲜和其他蔬菜，拎着2大包东西，费力地爬上了5楼。隔着门，我就听到了屋子里其乐融融的闲聊声，想来是我哥和他女友已经到家了。钥匙在包包里层，不好翻找，我就敲了敲门。门开的那瞬间，我妈立马变了脸色，从慈爱温柔切换到浮然不悦，比德芙巧克力还要丝滑。但碍于外人在场，她忍住了骂我的冲动，啥也没说，给我让了一条通道。我提着菜朝厨房走，嫂子连忙走过来要替我分担一部分，被我哥拦住了。默默，你不用管他，他力气大着呢。我哥把我嫂子拉到沙发边坐下，给她剥了颗荔枝，来吃这个。嫂子看着我还有些犹豫，我对她笑了笑，嫂子，你坐了一天的车了，还是好好歇歇吧。走进厨房，我发现我在微信上说的话，我妈是一点也没听进去。不仅没有提前准备饭菜，甚至早上她和我爸吃完面的锅碗还留在池子里没有洗。我一下子就笑不出来了，认命的洗碗、洗菜、处理各种食材。我越想越不开心。妈，咱家铲子放哪儿了？我找不到了。凭什么饭都由我一个人做？难道媳妇是给我娶的吗？他是我哥，又不是我儿子。他打不打光棍跟我有什么关系？外面欢声笑语不停，平时我小声抱怨几句，我妈都能隔着10几米冲过来骂我。现在我喊得那么大声，她却跟聋了似的。既然你不应，
那我就一直叫妈妈妈，叫什么叫？喊魂呐！我妈终于忍不住，不耐烦地推开了厨房的玻璃门。我把一盆菜兑到她跟前，你把这些洗一下，我要处理肉，耽误了你儿子吃饭，害人家姑娘饿肚子，到时候丢的可是你们的脸。我妈剜了我一眼，从我手里夺走菜盆，把我推开，自己站到了水龙头跟前。午饭一直磨蹭到1点才全部做好。我哥和他女朋友已经提前等在了桌子上，看我端着烫走的小心翼翼，蹙着眉头催促：杜心妍，你怎么这么磨蹭？能不能搞快点？你嫂子都快饿死了。嫂子摇了摇头，笑道：没有，我不饿，你慢点，小心烫。看看，一个外人都比我任何一个亲人体贴，怕嫂子饿，你怎么不去厨房帮忙？我一个人做这么一大桌菜，你还想我怎么快？给你夹生端上来，你吃不吃？我哥撇嘴，怎么就一个人了？不是还有咱妈吗？我哼了一声，她哪是帮我的呀？涮完菜后，全程都在口头指导，一双贵手是半点油盐也不沾。嫂子可能是有些尴尬，不顾我哥阻拦，主动跟我进了厨房，和我一起把剩下的菜端了出来。听说她爱吃海鲜，我特意将鱼虾放在了嫂子跟前。我妈不爽地瞪了我一眼，嫂子则是抬头对我温柔一笑。饭桌上话题很快就聊到了女方家庭上面，听到对方父母都是体制内人员，退休金1个月就有1万多，而且还是独生女，我爸妈眼睛都亮了。又听女方父母已经提前给女儿在京市买了套房当作陪嫁，我爸妈嘴都快咧到脚后跟了。我哥靠在椅背上，胳膊往姑娘椅子上一搭，抢着2郎腿，活像只开屏的孔雀，眉梢一挑：爸妈，默默家陪嫁这么丰厚，咱也不能差人家太多不是？您觉得咱们该给人家多少彩礼呢？我爸妈的笑僵在了脸上，心虚的打着哈哈。这个咱们站在不着急商量哈，等见了亲家再说。对了，默默，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我翻了白眼，不想再听他们废话，专注干饭。但杜子涛这个不要脸的却不打算放过我。杜心妍，你打算我结婚的时候给我上多少份子钱呢？我都被他的厚颜无耻惊呆了。谁家长辈结婚，小辈还得包红包的，想钱想疯了吧？你硬要的话，我可以送你一巴掌，我才不惯着你。我哥脸一下子就黑了，踢了一脚桌腿，把嫂子从饭桌上扯起来，暴躁地踹开椅子。不吃了，会气。可怜嫂子小胳膊细腿的，陪她坐了一整天的绿皮火车来到我家，饭都没吃上几口，现在就被男朋友拉着去外面晒太阳了。我爸妈连忙追出去，好说歹说还是拦不住我哥。饭桌上只剩下了我一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真好。过了一会儿，我爸妈沮丧着脸回来了，看见我坐在桌边吃得畅快，气不打一处来，随手抄起手边的花瓶就朝我砸了过来。我动作利落地起身，熟练地跳出危险区，端着碗跑进了我的房间，将房门反锁。砰砰砰，他们在外面疯狂砸门，颇有种丧尸片的喜感。我端着碗不紧不慢地吃着冷饭，等他们体力耗空回房间睡觉了，我才打开门，收拾着一地狼藉。朋友给我发消息，劝我不要这么刚，把他们当作空气，敷衍一下就完事了。爱把家里糟蹋成这样，坏掉的东西还不是得你自己花钱买新的吗？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不知道，我的退让只会让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不是我不在意，我敷衍，我顺着他们，我就会过得比现在好。我又打字，宝，
我真的好羡慕你能有这么天真的想法呀。面试官通知我第1轮通过了，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复试。我回复越快越好，等我搞定工作了，立马就从家里搬出来，以后谁也别想来烦我。复试定在周3上午，这一次过程很顺利。我把原因归结为手机静了音，看着通话记录里我妈号码后面的红色数字，我心里的烦躁鼓鼓地往外冒。这时，第13个电话打过来了，我在心里想，这数字可真不吉利呀。按下通话键，我妈罕见的没有照例给我一个开门红，事有蹊跷。我沉着气没有说话，等她先开口。心言，面试情况怎么样啊？有信心被选上吗？我妈的语气听上去关怀得很牵强。常年在网上冲浪的我决定借鉴废话文学，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老板能看上我，我就有信心。那你什么时候到家？妈有点事想和你商量商量，还跟我整上这一套了。看来这次憋了个大招，等我失足。知道了。我在外面逛了一圈才回家，钥匙往锁里一插，我妈就笑眯眯的主动给我开了门。往里一走，我哥今天也回来了，坐在沙发前像个大爷似的瞟了我一眼，然后头仰的眼睛都快长天花板上了。我爸坐在他对面，看见我回家，局促地从盘子里抓了一把瓜子，剥了好几下也没剥开。我走过去，打开天窗说亮话，让我这么早回家干啥？我哥从鼻腔里哼了一声。我爸总算是剥出了2颗完美的瓜子仁。我妈挨着我坐下，抓着我的手开始抒情，即兴展示家的温暖，也没啥大事。对了，你之前从上家公司离职，他们拖欠的工资都要回来了吗？我给自己敲响一个警钟。怎么了？你们有人脉能帮我追回来？我妈讪讪道。我和你爸哪有那本事呀？就是随便问问，怕你意气用事，直接不要了。哦，我从果盘里拎了根香蕉起身。还有其他事吗？没有的话，我回房间补个觉。我爸妈犹豫着没有开口。我哥怕我真的不管了，连忙叫住我。我望过去，他表情不自然，压低了声音，不情不愿地开口：我和默默父母聊了聊彩礼的事，他们的意思是希望我们至少出88万，婚房可以用他父母买的那套，车子也能暂时不买。他们也知道咱家的情况，不要求彩礼和陪嫁等价了，但也不能随随便便10几万打发了，毕竟这也关乎到2家的声誉。老人家也不想被亲戚笑话说自己女儿找了个吃软饭的。我的视线从我妈和我爸的脸上一一扫过，双手抱在胸前。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让我出我哥结婚的彩礼？我妈眼神躲闪，底气不足地纠正我，只是让你出一部分。我爸也叹了口气，一脸为难。我和你妈也没念过什么书，一辈子都是靠苦力干活，又把你俩拉扯到这么大，哪怕不吃不喝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呐。难道我就有钱了吗？我指着自己，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我更没钱。我瞅向我哥，真诚建议，没钱就别结婚了，连彩礼都付不起，人家嫁过来也是跟你过苦日子，不如等你拼搏上几年，攒够老婆本了，再给嫂子幸福。我哥从沙发上跳起来，杜心言，你这说的什么话？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你怎么这样？我是问你借钱，以后又不是不还你，有你这么诅咒自己亲哥的吗？我妈也劝我说，男人结婚不能拖，年纪大了以后只能找2婚的，而且不成家说出去也不好听，别人还以为我哥有什么毛病，或者我们一家人性格有多坏，以后我再找婆家
可就难喽。说起我的婚姻，我就来气。大学的时候，我谈了一个感情很好的男朋友，打算毕了业2个人就扯证结婚，结果硬是被我妈给搅黄了。她说妹妹不能在哥哥前头成家，这样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运势。我背着我偷偷联系上我的男朋友，天天骂人家不安好心，心肠歹毒，甚至还去学校里闹过一次。我男朋友被他搞得很崩溃，觉得以后我们在一起日子也不会好过，遂跟我提出了分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动过恋爱的念头，毕竟我还是有良知的，不想拖无辜的人下水。我单身我骄傲，我才不想当冤大头福哥魔。还钱还钱，鬼才信你的还钱，真要有点良心，先把之前欠我的都还回来再说。别说了，反正我没钱，彩礼的事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哥冲过来拉住我的胳膊不让我走，厚颜无耻地叫唤道：你把这套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我被气笑了，甩开他的手。我疯了，卖房子给你凑彩礼？我是你哥，你帮我怎么了？我哥又伸手过来想抓住我的胳膊，用这套旧房子换京市的新房子，天上掉馅饼的事，你怎么就拎不清呢？实在看不下去他这张贪婪的嘴脸，我都不屑跟他分析利弊，只用一句话就能把他顶回去。那你让亲家签个自愿赠与合同，把你们婚房产权转移到我名下呗。他涨红了脸，不可思议地发出尖吼：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转给你叫个什么事？我妈也附和：对呀对呀，哪有男女双方结婚陪嫁给亲戚的呀？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我爸也摇头反对：难道妹妹赚钱给哥哥娶媳妇就不算笑话了吗？我最后一步，反正想要我卖房子，就得按我说的做，否则没得谈。我反手甩上了卧室的门，听见外面我哥骂了几句脏话，然后是玻璃杯碎在地上的声音，最后他气呼呼地出了家门。废物点心，活该你打光棍，气死你！补了个美美的觉，醒来已经是下午3点了，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我走到厨房，兑上一池子待洗的碗筷，打开冰箱，一口剩菜剩饭都找不到，低头一看，原来全进了垃圾桶。我就说老2口一顿吃不了这么多，心里感到一阵无语。这就是他们求人的态度，吃我的喝我的，他们是怎么有底气跟我闹这种脾气的？我杜心妍在这里发誓，我就是把房子送给街上的流浪汉住，也绝不卖了给我哥凑彩礼钱。收拾完碗筷，我简单的下了点挂面，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吃晚饭了，所以这一顿不用吃得太饱。口袋里的手机嗡地响了一下，是朋友约我去逛街，反正在家里也没什么要紧事。我换了身休闲服就出了门，到了约定的地址，我才发现他今天约我来喝酒蹦迪。摇晃的舞池，炫目的灯光，吵闹的人群，我头都快要爆炸了。给完的正嗨的朋友发了条信息，自己去外面等他。酒吧对面有一个便利店，我打算过去坐一会儿。路过旁边一条巷子，漆黑深处传来了几声呻吟，把我吓了一大跳，下意识瞥过头往里面瞧了一眼。熟悉的身影让我又耐着性子去着眼仔细辨认了一番。虽然造型上有很大区别，但被按在墙上亲得迷离的女人确实是我哥前几天带回来的小富婆女友。我又把目光转到了那个男人身上，这硕壮的大肌肉绝对不是我那个懒死鬼转胎的老哥能拥有出来的。对方似乎也发现了我的偷窥，从难舍难分的亲吻中抽离，转头朝巷口看了过来。我赶紧躲到了墙后面，是不是有人在偷看？
我嫂子娇滴滴地发问，然后接了一个颤音。男人猥琐笑道：“你不是就喜欢这种刺激的吗？”后面跟着一大堆少儿不宜的污言秽语，还有一些不堪入耳的暧昧水声。我好像被五雷轰顶，踢得我外焦里糊。妈呀！回家后我要洗3遍澡。回家时9点多，屋子里漆黑一片。我心下了然，我爸妈这是嫌弃我不给他们儿子出彩礼，所以跟我冷战呢。厨房里果然没给我留饭，只剩了一堆碗筷泡在池子里。我个人有点强迫症，看不得吃完饭的碗一直留到下一顿，所以以往都是我收拾。但是这次我攥紧拳头，闭着眼走出了厨房。天下哪有那么多免费的午餐，既要又要，我不伺候了。砰砰砰，房门被拍得哐哐响，我妈的大嗓门比喇叭都亮：“杜心妍，别睡了，快给我起来洗碗！”我烦躁地揉了把头发，心里憋着气，抄起旁边的抱枕砸在了门上。以后谁吃饭谁洗碗，别来烦我。拍门声消停了一会儿，接着是扩音版的咆哮。我都能想象到背后我妈叉着腰指着我房门输出的母老虎模样。杜心妍，你反了天不是？老娘把你养这么大，这么点小事都指使不动是不是？念了10几年书，学校就是这么教你的。他抬腿在门上踹了2脚，赶紧滚出来，给我把碗洗了，别让我再说一遍。我用被子闷住头，不想再搭理他。他听不见房间里的动静，自觉自己做母亲的威望受到了挑衅，踹门的力道越来越大，房门的质量还没好到能任人猛拍猛踹的地步，很快就发出了嘎吱嘎吱即将错位的声音。我掀开被子，认命地走过去，黑着脸开门。看见我的那一刹，我妈立马蔫了，也能好好说话了。起来了就赶紧去洗碗，我和你爸还等着用锅呢。我斜靠在门框上，质问他们昨天为什么不给我留饭。我哪知道你要回家吃饭啊？我妈梗着脖子抬头跟我对视，完全没觉得自己做的有哪里不对。你不会打电话问吗？中午我在家，你也没给我留饭，不是都倒垃圾桶了，就怕我醒来有的吃是吧？我妈不服气的把头转向一边，谁让你诚心气我？那我现在也生气了，以后你们自己吃的饭就自己洗碗吧。我打着哈欠往卫生间走，洗漱完之后，我又回了卧室。路过厨房时，看见池子里的碗并没有被人动过。我爸和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大概是觉得我看不下去，迟早会自己洗，所以谁也没动作。因为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早上赶时间来不及洗碗，就让他们帮忙收拾一下。结果我中午回家了，厨房还是和早上一样。我一问我妈，我妈就会说：“这啥急？我一会就洗，又不是不给你洗。”然后她继续看她的电视，眼瞅着都1个小时过去了，她就好像和沙发粘在了一起似的。我忍不下去了，只好自己把碗洗了再做饭。吃完饭以后，又到了上班时间，我就把中午的碗托付给我爸妈了，并嘱咐他们不要再拖到我下班回来洗了。结果就是他们发现了拿捏我的办法，反正看不下去的人是我，只要他们一直拖着不干，家务就都是我的。所以这次他们还是觉得我迟早会妥协。我换上衣服，提着行李箱，打算去朋友家住几天，看谁能熬过谁。我妈着急了，小跑着过来拉住我的箱子：“你这是去哪儿呀？”我掰开她的手指，拉着箱子往门口走：“我去外面住几天，你们自己看着过吧。”我爸也匆匆走过来，伸手问我要钱：“那你给我们留个1、2千的生活费呗，冰箱里菜都吃完了，大米也见底了。”我没钱，
找你儿子要去，他也是你们养大的，你们有权利跟他要赡养费。”我妈跑到门口卡着门，不赞成道：“你都不愿意帮你哥出彩礼，他的钱自然要攒起来省着花，你把钱留下，不然这几天我们吃什么？”我推开我妈：“那你们就回乡下住几天，给我哥省点钱。”杜心妍：“你听听你说的，这还是人话吗？”我说的当然是人话，但我哥是不是人，我就不知道了。他要是有良心，肯定不舍得你们二老上街要饭。我爸和我妈气得面红耳赤，看我的眼神恨不能把我千刀万剐。我拉开门，提着行李箱出了家门，提醒他们吃饭前记得先洗碗，跟我朋友说了说最近发生的事。他气得直捶抱枕：“你爸妈也太过分了，怎么能让你给你哥出彩礼呢？偏心也不是这么个偏法吧？”我躺在沙发上另一头，咔嚓咔嚓吃着薯片。没办法，我在他们心里可能连个人都算不上，怎么能跟他们儿子争宠呢？我想起读小学的时候，村子里的老师他们自己最多也只上到高中，教育水平仅限于照本宣科。我爸妈怕耽误了他们的宝贝儿子，托人找关系把我哥送去镇上读书。轮到我的时候，就说家里挣的钱供不起2个孩子都去镇上，把我留在了村里。那时候义务教育刚开始普及，去镇上读书也就花个食宿费，1个月差不多150。我一开始信了他们的话，每天放学回来还会帮着我妈做一些家务，喂鸡鸭割割草。星期天还会跟着小伙伴去外面捡垃圾，赚个几毛1块的全都给了我妈。直到我哥穿着新衣裳来到我跟前跟我炫耀，说他一个外套都要300多。我这个土包子怕是听都没听过，我半信半疑。但每次他过来跟我秀，我都偷偷做了加法，发现他1个学期买的新衣服早就超过了我要在镇上读书的费用。我委屈地找我妈询问理由，我妈当时正在烧火做饭，嫌我围着她转有些碍事，把我骂了一顿。她说我一个女孩迟早得嫁人，读再多书都没用，更不配花那么多钱去读书。我要是再闹，村里的小学也别想上了。那是我第一次深深地感触到他们的偏心。后来村子里的小学倒闭了，我在家里喂了1年鸡，新的村官是从上面调过来的，听说我这个年纪还不上学，就特意找了我妈谈话。我妈迫于无奈把我送去了镇上，通过零花钱。我明白他们可能是真的只喜欢我哥，我就想要是我变得很优秀，比我哥优秀很多很多的那种，他们会不会发现我的好？我哥就是个草包，回考倒数，我根本不用怎么费劲就能轻松碾压他。但不管我考多少次年级第1，我爸妈爱的还是我哥，甚至还把我的奖学金要走拿去给我哥当零花钱。后来我就长了个心眼，奖学金拿到后自己先花了，买一些只有我自己能用的东西。我哥已经从我爸妈那里得到很多了，不可以再来抢我自己挣来的东西了。义务教育结束后，我爸和我妈就不想让我继续读书了，但我知道自己不读书的话，可能过个2、3年就要被他们卖到别人家里去做个怨妇。我不能让自己后半辈子毁在这里，我必须继续读下去。于是我骗我爸妈说自己要去外面打工挣钱，他们信了。但实际上我是在初中老师的帮助下偷偷念书。高中学校知道我的难处后，也帮我在学校搞了个勤工俭学的活，在食堂里收拾盘子和打扫，这样我就可以免费蹭食堂的饭，还能攒点钱。那时候还没有电子支付，所以我不用每个月都给我妈转钱，
而是在放假的时候回去，一次性给他个200-300。我说我在理发店当学徒，挣不下几个钱，他一点也没怀疑我。就这样，我偷偷读完了高中，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我妈惊觉自己被骗，拿着藤条抽了我半个小时，最后还是被赶来贺喜的老师们给制止的。因为我考的成绩还不错，高中给我发了另一笔奖励，差不多有3000块。我妈想独吞，被我抢先一步拿到钱，全部递到了我初中老师的手上。其实老师只替我交了第1年的学费，但他对我的帮助绝对不止那些。这3000块钱完全比不上老师对我的帮助，但当着我妈的面，我不能那么说。我跟我妈说，我找老师借了很多钱，这3000还上以后还差2000。我暑假给他的那些工资也都是问老师要的，问我妈能不能替我先把钱还了，以后我挣钱了再给我妈。我妈僵笑着跟我老师卖惨，说家里没那么多钱。老师笑着说没关系，以后再还也行。送走了客人，我妈饿了我1天，并表示她不会替我还钱，让我自己想办法。我真是一点也不意外。同年，我哥复读的结果也并不理想，勉强能上了3本院校。无时，我妈就打起了让我哥顶替我上大学的主意。我冷笑道：“你不想让你儿子跟我一起坐牢，就试试吧。”他不信邪，去村里找人问了一圈，回来后放弃了那个荒谬的想法。大学本来也是不想让我上的，但是我说我不用他们给我掏学费和生活费。完了，毕业后我出来挣钱，发了工资给他们的钱肯定比我嫁人后能给的多，他们就默认了我读书的想法。我朋友是我出来工作后认识的，他对我之前的事不太了解。她是从小泡在蜜罐里长大的，是全家的团宠小公主，所以我最开始跟她抱怨我爸妈的时候，她很不理解，总是劝我多跟他们交流沟通之类的。后来知道我和她不一样后，又劝我别搭理他们，把他们当作耳边风，不要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现在她开始劝我别管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了。你爸妈既然那么喜欢你哥，那怎么不去跟你哥住去？总是赖在你家里，像什么话？我笑了，我哥能不向家里伸手要钱就不错了，那乐意别人去占他的便宜。我哥高考后读了个技校，学校毕业后有分配工作，但他嫌弃活太多太累，所以辞职跑回来了。回家后就一直在啃老，别人给他介绍工作还挑3拣4的，嫌这个工资低，嫌那个待遇差，丑人多作怪，人没有能力，还想挑个冤大头老板请他去躺平挣钱。后来我爸妈也看不下去了，每天催他出去找事做，双方因此还大吵了一架。我哥受了气，连夜离家出走，在外面找了个送外卖的活，差不多坚持了半年多，攒了3-4万，乐颠颠地跑回家跟我爸妈炫耀。我爸妈感动地抱着他，直夸有出息。那时候我刚入职场，工资1个月差不多5-6千，比他送外卖是差了一点。他整天在微信上贬低我，说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比不过他。我不想理他，当即就把人拉黑删除了。过年回家，他又借机嘲讽了我一顿，说我心眼小，见不得他过得比我好。于是我爸妈把我骂了一顿，让我再次加上了我哥的好友。到了第2年，我因为表现优异升了职，每月工资翻倍，同时下班后我还去摆地摊，算上兼职的钱，每个月至少15000。我哥终于闭上了嘴，但我爸妈又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了。杜心妍，你1个月发2万的工资，怎么就给我和你爸3000块钱？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了？
上学时老师教的知恩图报、孝顺父母都被你吃到狗肚子里去了。我就问问你，这3000块钱能干点啥？你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就我们2个老家伙在村里喝西北风是吧？我明天就把你的恶行发到群里面，让大家看看你有多狠心。我哥也过来看热闹，不嫌事大。小妹你那么厉害，难不成就是因为没有良心？然后在工作期间，我手机就没停过，各种亲戚轮到打过来，让我把工资都交给我爸妈，说年轻人大手大脚，惯了攒不下钱，等以后我结婚了，他们再把钱以嫁妆的形式还给我。我当时是真的有点冲动，想着把钱全打给他们，让他们闭嘴，以后别来烦我。但晚上回去刷视频，看到了一条新闻，有个女孩每次发工资都把钱打给了父母。后来有一天，她晕倒了，被送去医院，检查说是得了癌症，不过是良性的，配合医生治疗，还是有几率恢复的。女孩跟父母说了这个事，想提前把自己存在父母那里的工资拿回来自己看病，但是父母不愿意给她，说癌症根本治不好，医院就是想骗她的钱，还说他弟弟眼瞅着快要到结婚的年龄了，他们已经把那些钱拿去买新房了。我当时就想，要是这钱给出去了，我以后要回来的几率有多大？他们肯定不会还给我。于是我贷款买了房子，以后的工资也全用来还贷，让他们无话可说。我爸妈知道后大发雷霆，但离得远，他们也拿我没辙。过了1个月，我接到警局的电话，说我爸妈进城找我，被我赶了出来，让我过去接受调解和教育，并带我爸妈回家。那一刻，我真真正正地意识到，他们2个远比我要想的还能更无情。在朋友家住了2、3天，我拖着行李箱回了家，一开门，满屋子的饭菜飘香和欢声笑语。我爸、我妈还有我哥和他女朋友围坐在一起，桌上的饭菜是我在家时从没有过的丰盛。我妈那样一个自私的人，连剩菜都不想给我吃，却愿意为我哥忙活一天整这么一大桌子菜。虽然事情我都明白，但心里还是很不好受。我又想起小时候跟我妈去别人家串门，主人家的一窝小狗出窝了，圆滚滚的特别可爱，人家看我在院子里蹲了一下午，临走时就送了我一只。我妈最喜欢占便宜，白给的东西向来来者不拒，而且那狗仔确实讨人喜欢，就同意我抱回家养。我哥看到小狗也很喜欢，但他的喜欢是一时的，新鲜劲儿过去后也不在意了。我终于从他手里要回了我的小狗，每天很认真地给它拌玉米糊糊，有时间就陪它一起玩。小狗也很懂事，3个月大就知道对着进我家院子的陌生人汪汪示警，谁见了都要夸一句好狗。我把它养到3岁，在我心里，它俨然成为了我的亲人。可是那天放假回来，小狗没有出来接我，我回家后也找不到它的踪迹。我问我妈狗去哪了，我妈说不知道。我以为它走丢了，在村子周围找了一天，天黑才回家。我哥就坐在对门位置，手里捧着一碗饭，面前是一盘肉，看我一副快哭的样子，伸筷子夹起一块肉，恶劣地勾起了嘴角。他说：“杜心妍，快来尝尝这肉，专门为你留的，是你最喜欢的小花哦。”我第一次打架就取得了胜利，我把我哥按在地上，举着拳头哐哐砸他的脸，他哭得哇哇求饶，一个劲地喊妈。最后当然是我被我爸妈又联合起来收拾了一顿。我爸不就是一个畜生，死了就死了，你怎么能打你哥呢？我妈都敢和你哥动手了，
等你长大了，是不是要连我和你爸一起打？看我今天不好好管管你，让你长长记性，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哥妈，你多用点劲打他，他打我打得可疼了。和我哥比起来，我可能还不如一只狗重要。哟，做了这么多菜呢，谁做的？嫂子吗？我把行李箱往墙边一靠，拉了把椅子挤上了餐桌。默默笑得腼腆，一点也不像是背地里劈腿乱搞的野妹。不是我，是阿姨。心妍，你还没吃吧？快尝尝，阿姨手艺可好了。这话说的好像她才是我妈闺女似的。我夹了一个鸡腿，咬了一口，好吃，这鸡腿肉挺嫩。嫂子买菜花了不少钱吧？默默不好意思地摇头，不是我买的。然后很内疚地跟我爸妈道歉，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我今天上门来也没带什么礼物，下次一定补上。我妈，没事没事，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回家吃个饭，那么客气干什么？她故作严厉地教育默默，你可千万别给我带礼物啊，不然我以后就不敢让你们来家里吃饭了。然后他不爽地瞅了我一眼，又去安抚默默，你别听他乱说，他心里有气，见谁都想冲几句。我哥也帮腔，骂我又发什么疯。默默看着我，尴尬地笑了笑。吃完饭，我听他们说是要一起去逛商场，默默还是觉得有些愧疚，所以想给我爸妈买身新衣服。我爸妈嘴上说着不用，浪费那钱干啥？实际上衣服都换好了，就等出门了。可真能装，我哥那个没脑子的，指不定被骗的裤衩子都剩不下。出去的时候是4个人，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我爸妈，2人都是红光满面，一人提了几个袋子，十分尽兴。不过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往陷阱里跳，我可不想事后给他们填坑。你那好儿媳妇没亲自开车送你们回来？我妈白了我一眼，喜滋滋地翻出新衣服，到镜子跟前比划，你少阴阳怪气，休想挑拨我和默默的关系。我不屑一笑，你以为人家是个傻子吗？就你儿子那条件，哪个脑子没问题的女生会看得上他？还有，谁第一次见家长空手过来呀？哪怕买个果篮也算是一丝一丝啊。也就你的好儿媳被我点出来后怕翻车，才不情不愿赏你们点甜头尝尝。谁知道你们这么好钓，一件衣服就收买了。我爸也不高兴了，黑着脸，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抠门的要死，眼睁睁看着父母饿死也不舍得花钱？他是在内涵那天我没给他们生活费的事，我也不让他。我看你们过得挺滋润啊，没有我给你们生活费都吃上10几个菜外加一汤了呢，不是没钱吗？菜市场能用脸皮支付了。我爸气得不说话了，我妈也不想理我，跟着我爸往卧室里走。你们没给我留饭那天，我在外面看见你的好儿媳跟别人亲嘴，那男的比我哥看着可强多了。说完这句话，我也进屋了。我爸妈追过来拍门，杜心妍，你什么意思？你骗我们是不是？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什么叫默默跟别的男人亲嘴？除非你拿出证据来，否则别想让我们相信。你们爱信不信，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结婚。说的话也真是挺搞笑的。我又吼了一句，到时候你儿子要是被骗了，可别找我售后啊。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之后就不归我管了呀。出了事别找我。他们窸窸窣窣地离开了。今晚注定有人要失眠喽，但那个人不会是我。第2天起来，人事通知我面试通过了，问我周1可不可以到岗。我回了个 OK。原本打算重新租个房子，这个房子就留给我爸妈住着，但现在我改主意了。万一那个默默想骗钱，
我的房子肯定得遭殃。就算我爸妈把默默劈腿的事告诉我哥，我哥也不一定能和那女的断干净，我还是得防着点。心好累，为什么我要带着一群想吸我血的废物点心生活？都怪我道德心太强了，太有素质，太有良心了。我也想对别人残忍，但是做不到啊，太难了。我最多只能呛他们。我要是不管我爸妈，他们肯定没啥好日子过了。我哥那个秉性，2个老人晚年一定很凄惨。中午，我哥带着默默杀过来了，指责我为什么要胡编乱造，抹黑他的女朋友。默默也哭得梨花带雨，说自己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造这种谣？同为女孩子，我应该清楚这种话有多伤人。我爸妈一听这话，也开始怀疑我了，说他们就知道我那些话是假的，扬起手打算扇我巴掌，给默默一个交代。我躲开了，准确地说出了事发时的时间和地点，还差不多复述了几句他们2个稍微能入耳的对话。默默并不简单，估计来之前就做好了准备，说我可能是看错了。那天他有个同学也在本市，约他出去逛街了。我哥到处聊天记录，证明默默没有说谎。我要被他这个猪脑子气笑了。打字谁不会打？但他不信，非要我拿出录音视频或者照片。我没有，就是我说谎，必须跟他对象道歉。我冷笑道：你愿意信他就信呗，反正我没说谎。默默还装好人，拉着我哥袖子，表现出一副宽松模样。你别气了，妹妹可能只是不喜欢我，所以撒了个小谎，反正她也没对我造成实质影响，就算了吧。我哥更不愿意轻拿轻放了，非揪着我不放，张口就是10万块钱的名誉损失费，否则就要告我诽谤。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我偏不让他如意。那你告去吧。我哥是个愣头青，还真打了110。不过默默做贼心虚，抢过电话给截了，说一家人何必搞得这么僵，要是我们家正因为他而闹得不和，他会很愧疚的，那他宁愿不和我哥结婚。我哥一听北京的房子要飞了，立马向默默低头认错，2人你侬我侬的离开了。我爸妈也被房子迷了眼，指责我不该编瞎话骗人。我一点也不想跟他们掰扯，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新工作和我之前是一个类型，我上手很快，能每天按时回家，但一回到家里，2个老人就给我摆脸色。也不知道白天我不在的时候，默默给他们换了什么迷魂汤，天天揪着我说谎的事不放，说我肯定是自己跟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上了，才会看默默不顺眼。心脏的人看谁都脏，他们现在是管不了我了，以后我遭罪都得自己受着，别想去找他们。我听了几天，实在忍不了，坏情绪爆发。既然你们那么看不上我，那就别住我的房子。那个默默对你们那么好，那你们就去找他住去啊。你以为我离不开你们吗？麻烦搞清楚，一直都是你吃我的用我的，我高中起就没花过你们1分钱。至于从前你们为了花了多少钱，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数，我早就连本带利翻倍还清了。那么看好你儿子，那你俩去找他呀，看他会不会收留你们。我妈气得浑身发抖，可能是被我最后一句话戳中了伤口，但她又不肯向我低头，竟然拉着我爸真去收拾行李了。2人连夜打车去了我哥的出租屋。我坐在沙发上，长长吐出一口气，心里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以为这2人最多半个月就又回来了，没想到他们硬生生坚持了3个月。再次接到他们的电话，我妈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默默果然是个骗子，把我爸妈多年来攒下的棺材本全给骗空了。我哥也一样，
甚至还被他的相好的打折了一条腿。我去医院交完费，我爸和我妈灰头土脸地坐在走廊里，一下子老了10几岁，心妍。他俩很后悔当初没听我的劝，不过一切都晚了。我把我爸妈又接回了家里，我哥留在医院，他身体还行，腿养了2个多月就差不多好了。不过他看我的眼神并不和善，他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地步都是我害的，自己会一辈子恨我。随便，只要你以后别有事又来找我就行，这次就当做慈善。我这个人1分钱都不会浪费在白眼狼身上。他瞪了我一眼，走了。经历了这件事，我爸妈对我态度就好多了。我跟他们说了，我以后给他们的钱只能他们自己花，要是被我发现他们偷偷藏起来给我哥，那他们就别在我这住了。他们2个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答应了我的条件。但人总有侥幸心理，被我逮到后，我亲自送他们离开。2个老人又不想回村里，万事自己动手，就又去投奔了他们儿子。但我哥从医院出来后开始酗酒，喝醉了就动不动骂人打人。他们受不了，又灰溜溜地给我打电话，说以后再也不管我哥了，以后他们一定什么事都向着我。我没说话，他们怕我也不想管他们了，就开始给我做各种保证，说以后做饭洗碗都他们来，我就操心自己的工作就行，家事由他们料理。说着说着就又开始哭了。行吧，那你们回来吧。虽然我觉得他们不一定能做到自己承诺的那些，但总归要比之前好。我虽然很看不惯他们，但是也狠不下心彻底不管他们。或许父母就是这样，尽管他们对你百般不好，但真正舍弃还是需要一颗很强大坚韧的心。我自认自己做不到那种地步，只能这样将就过一辈子了。幸运的是，我的爸妈良心发现，之后的岁月里确实做到了当初对我的承诺。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我们面上相处的还不错。但是我知道，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很难去改变一个人的。所以如果你的家庭让你感到痛苦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逆来顺受，勇敢的反抗，勇敢的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千万不要消极应对，让自己枯萎在泥潭里。断舍离会痛苦，但清掉没用的垃圾后，才能有位置腾出来留给新生。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我还是决定开始这场堪称丧权辱国的婚姻。没有婚礼，没有祝福，男方婚前财产公证，我的父母、同事都惊呆了。这些天闭上眼睛都是亲妈的数落，同事的嘲笑。我叫刘素素，事业单位普通员工，应届研究生，考进单位的。都说考编不异地，我不仅考了异地，还考在了上海。想买房子就得掏空6个钱包的地方，然而我没有6个钱包可以掏。我的父母是不会在我买房子这件事上出1分钱的，在他们的观念里，家里的钱都是弟弟的。我读研已是不孝，父母给我交了研究生学费，但不肯给生活费。研究生3年，我靠勤工俭学，勉勉强强熬到了毕业。考上事业编的那天，爸妈很高兴，特意跑过来看我，然后提醒我尽快还他们给我垫的研究生学费。弟弟大了，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单位不解决住宿问题，我只能租房子。和大学室友杜文文合租了2年之后，她结婚了，掏空6个钱包买了房子。我不喜欢和陌生人住一间屋子，预算又比较有限，只好选择带独卫的单间。不得不佩服二房东，这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居然被他隔出8间，每天上下班单程1个多小时，1桌1椅1床1柜，
加上一个稍微胖一点就可能转不过身的卫生间，构成了出租屋的所有。晒衣服只能挨着窗户边阴干。每月的工资交完房租，给爸妈打2000块钱，省吃俭用依旧存不了多少。买房子遥遥无期，也许有一天我会找个男朋友，对方父母给力的话，凑个首付一起还房贷吧。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吃不饱饿不死，平平淡淡的过去。那天我的出租房被城管砸了，隔间的房门敞着，门锁是被强行撬开的，马桶被敲碎了，马桶水漏了一地。我只觉得脑袋里嗡嗡的作响，多年的委屈攒到了一起，随着眼泪冲刷而下。我拨打了110，警察确认我人没有受伤之后，便没有然后了。因为违法的人是二房东和我们这些租客。城管整治群租房，二房东非法改造，非原始卫生间需要依法拆除。我打电话给二房东，二房东很淡定，没关系，我明天就给你重新装个马桶。你们要上厕所，先去原始卫生间上。但二房东也表示，如果不想租了，合同没到期的话，提前退租，押金全扣，还要付违约金。这房子不是久居之地，可我还有小半年房租才到期，眼看钱包又要缩水了，砸了一次还会有第二次的，没完没了了，赶紧找房子。要是缺钱，我借你点，或者这2个月先别给你爸妈打钱。你总这样也不行，找个男朋友吧，降低颜值、学历这些没用的标准，经济条件要好一点的，早点买房子。你工作好，长得也不赖，趁没到30赶紧找，要不你去注册个真爱家园。我同事之前办了个 VIP， 找的老公条件就挺好的，现成的房子。闺蜜杜文文得知我房子被砸的事情，差点气炸了，喋喋不休。但她的话句句在理，我是该朝这方面努力一把了。之后我又租了一间酒店式公寓，并且办了真爱家园的 VIP， 认识了林承义。初见林承义，我的身体是排斥的。35岁的大龄男人，号称1.70米的个头，视觉上看是1.69米，五官虽说没有硬伤，但发际线已经高上去了。我不是第一眼美女，但比较耐看，1.65米。他站在我旁边，感觉和我差不多高。从外表上看，比起身高1.85米，帅气阳光的前男友吴帆，林承义是差远了。我不自觉地想起吴帆抱我的时候，那种身高带来的把整个人埋进去的满满的安全感。可是，作为一名上海土著，林承义家在徐汇区有2套不算小的房子。在现阶段，房子比身高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林承义似乎对我也很感兴趣，和我讲了很多他的事情，他的工作，他的生活趣事等等。饭吃到后面，林承义直接告诉我，他对我挺满意，我个子高，工作稳定，我们可以试着相处一段时间。他还告诉我，他工作比较忙，和前女友分手后，对上海小姑娘有阴影了，不喜欢狠做的女生。也许到了一定年纪的感情就是这样吧，不求如烟花般绚烂，只求平平淡淡，各取所需。离开饭店，他很绅士地帮我开门，并开车送我回家。初见之后，我们又约了几次，平时微信沟通也很愉快。总的来说，相处下来就是平淡又舒服，人品也还不错。虽说我们条件相差甚远，但他没有瞧不起我。对于我违背父母的意见执意读研究生的事情，他是欣赏的。他说，能靠着勤工俭学读完研究生，又考上事业单位，我很优秀。得知我出租房被砸的事情，
林成义提出让我去他家住，可能怕我不愿意，他又告诉我自己一个人住着，父母住另一套房子。我还是拒绝了他，毕竟还没结婚就住进他家，我那小小的自尊心受不了。就这样舒服地相处了半年，林成义提出了结婚，并带我去他父母家见他的父母。那天很冷，林成义已经穿上了羽绒服，我却穿着今年夏天反季打折时买的米色毛呢大衣。我的羽绒服款式过时了，冷不冷啊？林成义关切地问。还好，别紧张，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会和你结婚的。说实话，我心里是忐忑的。上海人对外地媳妇本就排斥，更何况我还有个亲弟弟，从小仗着父母的偏爱，总给我惹麻烦。长大后，爸妈又总是念叨着让我以后多帮衬他。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他父母的态度还是让我自尊心受挫。老两口表示，你们结婚，我们原则上不同意，但如果你们非要结婚，婚礼不办，婚前财产需要做公证，这场婚姻是有多么见不得人。我窘迫到忘了自己是如何被林成义拉着走出家门的。素素，我父母刚才说话确实难听，你别搭理他们，他们说的你也同意吗？婚礼无非就是请亲戚吃饭，你不是也不喜欢你家那些重男轻女的亲戚长辈吗？那财产公证呢？至于防我像防贼吗？这就是个形式，只要我们好好的，公正不公正也没区别。我的就是你的，所以我结婚就领个证。你放心，钻戒我肯定给你买，婚后生活费都我出，你自己的工资自己存着，想买什么都随你。说罢，林成义便拉着我坐上了他的副驾，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不知道林成义何时给我系的安全带，何时又拉着我进了商场，选了钻戒。沉重的心情让我呆望着戴在无名指的钻戒，竟说不出它好看不好看。我还是答应了林成义，可能真的是受够了租房子的生活。领证的第二天，我就搬进林成义单独住的那套房子，结束了沪漂租房子的生活。睡在徐汇区的大房子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梦里似乎回到了本科那个毕业季。前男友吴帆说，你要坚持你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路，无非是你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说辞。可怜我当年还傻傻地考虑过要不要离开上海，放弃读研，去你的家乡发展。不过谢谢你，吴帆，我会坚持自己的路。我现在不仅是硕士，有编制，还留在了上海。梦里的吴帆越走越远，林成义伸出了一只手拉着我，可他的脸却越来越模糊。我的身后，一个黑色的洞越来越逼近，似乎要将我吞噬。我拼命地跑，两条腿却不听使唤。我被吓醒了，林成义摸摸我的头，做噩梦了。我透过林成义温柔的目光往窗边看，发觉已经日上三竿了。我起来给你做饭吧，好不容易休个婚假，吃完饭带你出去转转吧。不过我比较宅，我也不怎么出去玩的。其实我不怎么出去玩是因为没钱。林成义又吐槽了一下他前女友的闹腾，婚假10天，宅家6天，4天上海本地游。林成义似乎挺照顾我的感受，10天婚假都没有带我去见他父母。这场屈辱的婚姻似乎也没那么可怕，即使公婆在婚前有刁难，但到底不住在一起。林成义工作比较忙，每个月去他父母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父母也没再说难听的话，只是态度比较疏离。我上班的通勤时间由原本单程1个多小时缩短到25分钟，这让我幸福感倍增。没了房租和基本生活花费，
我的存款稳定增长。我开始计划着有一天凑足首付给自己买套小房子，哪怕在外环，这样我在林成义面前可以更有底气。看样子你婚后的生活还可以吗？不像我，房奴一个，每天累死累活挤地铁，果然还是要嫁得好。杜雯雯竟开始羡慕我了。可你毕竟有自己的房子，我哪天和林成义吵架了，只能被赶出门。话虽这么说，但你家老林那么温文尔雅，要吵架也不容易。公婆虽然不搭理你，但也不找你麻烦呀。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早点生个孩子，有了孩子，这婚姻才牢靠。你说我当初怎么就不开窍呢？这么早的和我家那个结婚了，早知道也相亲找个土著了。杜雯雯一语成谶，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林成义很高兴，但他的工作依旧很忙，每天下班，我还是只能自己烧晚饭。孕反严重的那些天，下不了厨房，吃不了油腻，只能点外卖。曼玲粥店的白粥就榨菜。我不做饭的时候，林成义干脆在外面吃完饭回家。公婆得知我怀孕，给我打了一笔营养费，口头关心了几句，句句不离多吃点，不然宝宝没营养这个中心思想。亲妈的反应很淡漠，她宁可跑到弟弟的学校去给弟弟洗床单被套，也不愿意来照顾我几天。也罢，自从弟弟出生，我就已经习惯了被忽视、没人关心的日子。现在好歹还有人口头关心，这个人是林成义，但他既不做饭，也不打扫卫生，最多帮我扔几件衣服到洗衣机，最后晒衣服的还是我自己。我又想起了吴帆，如果是他，会不会对我好一点？当初的他可是经常帮我带早饭。也许不会吧，吴帆要是真的喜欢我，就不会甩了我。整个孕期，除了健卡，林成义陪我去医院产检的次数屈指可数。一个人产检的时候，看别的孕妇都有老公或婆婆妈妈陪着，我就有些伤感，但想想也没什么可委屈的。林成义之所以选择我，而不是他父母托人介绍的那些条件相当的本地女孩，就是因为我更省心。我会做饭，会收拾家里，他加班应酬，爽了约会，发消息不回，我也从不和他闹脾气。单做饭这一条，我们单位的那些同龄女孩，还有杜雯雯都做不到，所以平时饭来张口的林成义怎么可能照顾我呢？也许他觉得自己在外面解决吃饭就已经照顾我了吧。孕后期，杜雯雯看不过眼，陪我产检了2次。她提醒我，孩子生下来谁带，得趁早和林成义商量。我想，工作肯定不能丢，亲妈指望不上。如果公婆带孩子，同一屋檐下，我会受委屈，只能和林成义商量请月嫂和育儿嫂的事了。月嫂可以请，或者去月子中心也行。育儿嫂还是算了，平时都上班，没人在家，保姆虐待婴儿的事情还少吗？可是不请育儿嫂，我产假结束，谁带孩子？我爸妈年纪大了，太小的孩子没精力带。你爸妈为我们结婚没彩礼、没婚礼的事还生气呢，你不能多请一段时间假吗？不好多请假的，就算多请，也不可能请到孩子上幼儿园啊，实在不行，你先别上班了，带几年孩子，你成绩那么好，孩子进幼儿园再重新考编吧，考编哪那么容易？我当初是因为应届生身份才容易些，等孩子出生再说吧，说不定我爸妈看到孩子一高兴就帮你带了。早点睡觉吧，明天还得上班，困却睡不着。我问自己，万一真没人帮我带孩子，我执意请育儿嫂，林成义会被我说服，乖乖掏育儿嫂的钱吗？
这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听到他哭的一瞬间，我是欣喜的，但这欣喜只停留在了那一刻。他的出生终结了我看似幸福的婚后生活。月嫂在的时候，是我最后的美好时光。余下的日子一地鸡毛，半夜起床喂奶、换尿不湿、哄睡、给宝宝洗澡，这些事情统统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林成义还和以前一样，只管上班掏钱。宝宝难带的时候，我不能按时吃饭是常事，就算到了周末，林成义也指不上。他和以前一样，睡到中午，看没饭吃就点个外卖。高兴的时候，他抱抱孩子，孩子哭了拉了，只会喊我来处理，理由是他不会。所以我天生就会带孩子吗？公婆时不时来看看我，带些熬好的鱼汤、鸡汤、猪蹄汤，然后关心下我的母乳够不够。月龄小的孩子经常需要打预防针，单打预防针我一个人还好应付，但3个月的时候，既要体检又要打针。林成义，后天孩子打针、体检，你可以请假陪我去吗？上次你不也一个人吗？上次只打针，这次还要体检，周6行吗？周6医院不体检的，而且最好是准时去。最近项目挺忙的，我真没时间，或者找你闺蜜陪你，她有经验，回头请人家吃饭。我懒得和她争辩，丧偶式育儿，说的就是我吧。杜文文产检、孩子打针、体检，没有一次是她一个人去的，要么老公陪，要么亲妈陪，要么婆婆陪，只有我，都靠自己。孩子打针、体检的那天，果然兵荒马乱，要抱孩子，要挂号，要掏本子，掏手机付款，做听力测试的时候还要哄睡着，恨不能再生出2只手来。回家的时候，我顾不上收拾漏了奶的自己，又得处理拉了的孩子，饭只能外卖了。正巧爷爷奶奶来看孩子，素素啊，你喂奶的人怎么能吃外卖呢？公婆不问我为什么吃不上饭，首先指责我吃外卖。素素，爸妈给你带了鱼汤，下奶的，快趁热喝了。哎呦，宝贝，给奶奶抱抱。宝贝怎么没有程程小时候胖呀？是不是妈妈吃外卖，奶没营养？鱼汤明显一滴盐也没放，还有一股腥味。但饿到前胸贴后背的我居然喝下满满一碗，我也顾不得公婆说话难听，至少这顿鱼汤让我暂时填饱了肚子。刚打完针的孩子特别闹，晚上醒的次数变多了。林成义依旧睡得像个死猪，从不理会孩子哭得厉害不厉害。我一个人忙不忙得过来？产假短短几个月，我好似老了10年，体重掉了10几斤，黑眼圈越来越明显，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更令我崩溃的是，产假要结束了，林成义依旧固执地拒绝请育儿嫂，公婆也没有来帮忙的意思。问题得解决，我想着实在不行让我妈来，但我好不容易逃离了那个家，现在找她，谁知道她会如何数落我？但理智告诉我，可能只有这一条路，毕竟我的工作不能丢。我妈居然答应来帮我带孩子，并且是无偿的，也没有再数落我。正纳闷，她就给了我答案：你弟弟要去上海实习了，正巧住你那里，我在那也方便照顾他。亲妈果然还是那个亲妈，但我只能答应他。林成义那边，我的说辞是弟弟实习，来住几天过渡。其实我心里隐约知道，只要我妈在，弟弟的过渡期就没有到期日。林成义对于这个结果很满意。你妈也没你说的那么偏心吧？你还说她因为没有彩礼，婚礼不高兴呢，肯来帮我们带孩子，对你这个女儿也还行啊。她这不是为了我弟有求于我吗？过渡几天就当家里来客人了吧？
他以为弟弟真的是实习期过渡一下，因此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我妈带孩子还算有爱心，毕竟亲外孙，或者说她就是喜欢男孩子。但弟弟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臭袜子沙发上乱丢，洗完澡暖风不关，吃完的零食袋子到处扔。1周过去了，林成义越来越不耐烦了，时不时问弟弟一些工作和租房子的事。这一问，我妈不高兴了，怎么？我替他们林家带孙子，你弟还不能多住几天？林成义问租房的事情是几个意思？想赶你弟走？素素啊，你可别胳膊肘往外拐，本来就是免费的媳妇，住了他家的房子而已，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妈可丑话说前头，要是你弟不住这了，妈也不带他林家的孙子了。我只好一边安抚我妈，一边哄着林成义。林成义虽说不高兴，但也许他也不希望孩子没人带吧。终于没撕破脸。自从我妈来了，我也正常上班了，精神状态反而好了些。本以为可以太平一段时间，但生活并不会善待我。那一天，爷爷奶奶来看孙子，孩子在地上爬，捡到弟弟随手扔的零食袋子就往嘴里塞，而我的亲妈在给弟弟刷鞋。老两口很气愤，亲家，孩子乱啃东西，你怎么也不管的呀？不知道公婆回去和老公怎么说的。晚上林成义终于爆发了，你不是说你弟只住几天吗？都2个月了，也不见有走的意思。你妈是来带孩子还是来照顾你弟的？我算是知道我爸妈当初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结婚了。我家不是你家的驻上海办事处，请你弟弟马上租房子走人。我本该软磨硬泡，好言相劝的，但孕期、产假这些日子的委屈攒在一起，终究没忍住。这能怪我吗？我也不想牵扯我妈、我弟，是你不同意请育儿嫂的，还有你爸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带孩子？他们既然嫌弃我家，就该自己教育孙子才对。好，刘素素，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本以为你省心、温柔、体贴，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们的婚姻原本就是各取所需。从今天起，你弟1天不搬走，家里的生活开支我1天不出，我不会当冤大头，养你们一家的。就在我心烦意躁睡不着的时候，朋友圈刷到吴帆在秀一家3口的艺术照，小城生活果然很惬意。如果当初我不想着读研，和吴帆一起去考他家乡的编制，是不是那生活就是我的？我也可以远嫁他乡，不用招待我弟。但没有如果，男人比女人更现实。吴帆能为了进编放弃我，也可以为了他家乡条件好的独生女放弃我，何况他还是个妈宝。算了，想他还不如看看哪个板块的房子我能够尽快上车。上班单程要控制在1个小时的，似乎9停不错。我又打开手机银行，查了查自己的余额，还好，比结婚前多了很多。但想到林成义从今天起不给生活费，我又像泄了气的皮球。水电煤，我和妈妈、弟弟的伙食费，孩子的衣服、尿不湿都是钱。母乳越来越少了，以后奶粉钱会越来越多的。不光林成义，我也不想我弟住这里，不想为弟弟而活。第2天上班，我肉眼可见的摔，浑浑噩噩，居然忘记了昨天通知今天中午前要交的表格。中午科长电话打来，小刘，昨天通知的那个表格就差你没交了，好了没？陈老师，我忘了，我现在赶紧做。小刘啊，我知道你孩子小，不容易，但还是要尽快适应工作状态。我不希望有下一次，你快点做吧，做完直接发给我，做完表格发给科长，
已经过了食堂开放的时间，我只好啃面包充饥，暗暗地和自己说要挺住。我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最近手头的工作，把各个时间节点都在台历上标好，今天的失误绝不能再出现。这天晚上，林成义半夜才回来，大约是想和我冷战吧，或者你可以和林成义商量，公婆同意带孩子，你就让你妈和弟弟走。杜文文帮我分析，林成义一开始就说他父母年纪大了，这么小的孩子带不来，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林成义巴不得你弟快走，你公婆看你弟也膈应，爷爷奶奶疼孙子，之前不搭理你，现在好歹还给你送送鱼汤，孩子大一点能睡整夜觉，夜里就没那么熬人了。虽然昨天才和林成义吵完，我还是忍住尴尬，问他能不能说服公婆带孩子。我明天和爸妈商量商量吧。第二天在单位，林成义微信回复我，等你弟弟走了，他们就给带白天，晚上和周末还是你辛苦一下，你给我些时间处理，我弟弟可能没那么快找到房子。中午去茶水间接水，无意中听到旁边办公室几个小姑娘在八卦我就说她嫁过去日子也不好过吧，几年就成黄脸婆了，看那黑眼圈重的，头发也油油的，听说她家家务都是她做，产检也一个人去。我要是结婚，老公敢这么对我，我就打了孩子离婚。想想她也挺可怜，等年老色衰，老公不要她，只能净身出户，孩子都不一定想跟她。林成义不要我净身出户，如果真有那天，只希望我能准备好房子首付。但那一天来得太快，遇见他的白月光很偶然也很突然。他只告诉过我他有前女友，没告诉我还有白月光。下班路过徐家汇公园，我看到了声称加班的他和一个妆容精致、背着香奈儿包包的女人在一起。虽然没有出格的动作，但他的眼里有看着我从没有过的温柔。我呆愣着，很想冲过去问，但理智告诉我，不管是不是误会，都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我躲在树后面，偷偷拍下一张照片后便离开了。晚上，弟弟在房间打游戏，我敲门进去，刘雨飞，你也来2个多月了，实习的怎么样？要转正了吗？要你管，直说。你是不是想赶我走？妈说了，她在1天，这里就是我的家。说到底，你就是搞不定我姐夫呗。彩礼要不到，房子和你没半毛钱关系，白给人生孩子，还得连累妈给你带孩子。女孩子独眼果然没用。是我搞不定你姐夫，但你必须搬走。我妈抱着孩子冲进房间，把孩子丢在我手里，孩子哇哇直哭。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居然想赶你弟走，是你求我来给你带孩子的，忘了弟弟转正了，赶紧找房子吧，不能一直住在这，我也不让步。这天晚上，我忙着带孩子，弟弟依旧睡得很香，妈妈在生闷气。接下来的1个多月，我妈白天依旧带着孩子，我一下班就交给我，弟弟一到家就关上房门打游戏。林成义天天半夜回家，公婆也没再来，大家都在互相忍耐。弟弟没有转正，只好收拾东西回老家。妈妈和他离开上海的那天，恨恨地看着我，把你弟赶回去了，你好自为之，别弄到最后一无所有，妈也管不了你了。仿佛弟弟没留在上海全是我的错，和他实习期的表现没有半毛钱关系。从此我真的没有家了。公婆还是很守信用的，每天一大早就赶过来带孩子，等我下班回来，吃完晚饭回去。还好孩子慢慢的能睡整夜觉了。林成义每天回来的依旧很晚，周末加班的频率也变高了，这似乎印证了我的推断，
多半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我暂时摸不准他有没有打算以后不要我，但不管如何，做最坏的打算，多攒钱总不会错。想到我在家累死累活带孩子，他和别的女人在外面逍遥，我就生气。于是我便借着给孩子打自费疫苗、办淘气保年卡等由头找他多要些钱，这样我心里才能痛快点，才能忍住这口恶气继续装傻。但这种事情一旦撞破，便逃不掉了。那个周末，我推着孩子去附近商场买东西，又遇到了声称周末加班的林成义，还有那个女人。孩子突然哭了，他们也看到了我。林成义似乎有些心虚，素，他是一个老朋友。我扭头就走，林成义发现我生气了，追上来接过孩子的推车，跟着我回了家。素，我和他没什么，就聊聊天。他心情不好，我如果真的相信他们没什么，才是傻子。你喜欢他吗？林成义沉默了。这次公婆居然主动上门来当和事佬。素，这事是程不对，他周末应该多陪陪孩子的。那姑娘我们认识，程高中同学，刚离婚，听说原来商量好丁克的，男方后悔了，背着他找了别人。程这孩子傻，居然跑去安慰人家，本来就看不上他。你放心，他们没有可能，我们也不会让孩子没有亲妈的。公婆又说了很多，大致意思是这些年相处下来，我是个懂事的，也拎得清，让我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林成义以后不会和他有瓜葛了。这算是站在我这边接纳我了吗？这样基于林成义犯了错，好似是补偿的接纳，我不能接受。我问林成义，你想过和我离婚，和他在一起吗？你弟在的时候想过，但现在我爸妈也夸你拎得清。素，你就原谅我吧。这些日子我想清楚了，我们两个更合适，是因为他拒绝你了。林成义又沉默了，他根本不想花费精力哄我、骗我，即使错的是他，口头上的挽留那么轻飘飘的，各取所需的婚姻就是脆弱。我又想到了我妈，同为女人，我同情她这辈子活得像个老妈子。小时候，我爸下班回家就翘着二郎腿当大爷，酱油瓶倒了都不带扶一下。我妈也上班，不过是收入低了点，回家就得做饭、洗衣服，带2个孩子。而我现在即使读了研究生，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还是走了我妈的老路。她经济条件比我好，多做家务、多带孩子我都认了，但我不能接受我在家当老妈子，她在外面给别的女人当舔狗。林成义喜欢她，他跟了别人，于是他找了前女友，嫌前女友烦就分手了。后来他又找了我，在我弟弟到来的这段时间，他和他又恢复了联系。他说我弟在的时候想过和我离婚，和他在一起。是啊，反正孩子也有了，他丁克也没关系，那我算什么？免费的代孕工具，利用完就考虑是不是要扔了。现在我赶走我弟了，公婆觉得我拎得清，支持我。林成义大概也没那么想和我断了，是为了孩子，还是因为白月光依旧不喜欢他？一开始的我想要逃离原生家庭，想在上海站稳脚跟，努力读研、考编，选择了这场屈辱的婚姻，并且以为生了孩子会变好。母亲和弟弟的到来让我意识到，我依旧是我，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姐姐，没有家的沪漂，还多了一份当母亲的责任。我想过忍了，为了孩子，但我不仅不想为弟弟而活，也不想仅仅为孩子而活。我决定离婚了，但这婚不能白离。林成义，我们离婚吧。自从生了孩子，我累死累活带孩子、上班，你还要这么对我？对不起，素，但是
能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离？我已经决定了，孩子这么小，多半归我，你自己都没地方住，孩子怎么跟你？孩子归我，我给你补偿，好不好？20万行吗？30万，就当为了孩子好，行吗？林成义看我沉默了会儿，显然急了，又加了10万。没想到这么顺利，就知道林成义想要孩子，都不用我把他出轨的证据拿出来。趁林成义心存愧疚，把补偿要来凑足首付，比再当几年老妈子慢慢攒首付要强多了。房价可是年年涨，而且我的社保也满5年了，没有亲妈的支持，现在离婚，孩子就算给我，我也没办法一边上班一边带他。这样为了孩子好，也为了我好，只有先过好自己的日子，才能谈以后。接下来我先用已婚的身份付了一套近郊小房子的首付，再协议离婚。还好林成义一副只要孩子归他，就不和我计较的样子。孩子跟了林成义，爷爷奶奶带他，我随时都可以去看孩子。买房子和离婚的事，我都没有告诉爸妈和弟弟。经过前面的事情，只要他们不知道，就不会找到我家。那个虽然只有40多平米，但只属于我自己的家。没了孩子的负累，我有了更多的精力工作。这些年陆续清退编外人员，工作量逐渐增加，需要有人超工作量，很多同事都往后缩，尤其是土著，哪怕超工作量可以加绩效，他们本就只图安稳。我主动要求超工作量，收入提高了一些，领导对我也多了一些赞赏。我打算过几年提前还掉一些商贷，能少付些银行利息。等额本息贷款的利息占比太高了。上海这座城市是包容的，离异的我不会被太多的人指指点点。之前嘲笑过我的同事，如今对我有同情的、理解的，也有佩服的。对孩子的愧疚是有的，但我会尽力弥补。我不会缺席他的成长。人在上海，我看他很方便。林成义一家现在对我也很客气。经历了结婚、离婚，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能理解一些大龄未婚女性和不婚族了。他们不结婚，或是因为结婚不能让自己过得比原来好，或是不愿意为了结婚而将就结婚。婚姻、生育对女人而言，更多的是枷锁，是负累。哪怕不要求爱情，同时满足经济条件好，双方家庭3观一致，男人靠谱，愿意分担家庭责任的，也是少数。很多夫妻靠着相互忍耐才过完了这一生，而我以后也不想再结婚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